爸爸，你是怎么样能够把握到美团这一只股票呢？甚至在那个时候，美团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你还是这么有信心，可以在低位买入美团，把握到这个机会呢？另外，想问一下你，到底现在除了中概股和港股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投资机会呢？今天非常难得，我们邀请到七爸爸可以分享一下他是怎么样能够源源不绝的把握到这些优质的成长股，比如 Nvidia、中海油、美团等等等等。那我也相信同学们，只要你用心的看完这个影片，到最后你也可以像他一样，能够源源不绝捕捉这些成长股。故事固然好听，但更重要的是学会怎么样去把握这些优质的成长股。那在没有讲我怎么去找到和不断买美团这只股票之前，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上次我们有讲到，买股票有分不同种类的人，其中有一种是比较中短线的，他们注重的是买了股票希望股价涨上去赚钱的，这些人会用技术分析多一点。比如说 Rich 有很多的粉丝学了他的技术分析，就是捕捉到一只股票，等那个股票马上涨上去卖出获利离场。而我个人是比较长线的，我是看一家公司它的生意的模式，未来的成长，是一个长线的投资者。而这里的关键就是我买这只股票其实是入股，做了它的股东，享受的它未来这门生意的盈利和派发的股息分红，所以我的眼光是非常的长远，短期的股价的波动我是不太关注的。而正因为是这样，如果一只好的股票它的价格低了，那我买它的时候打的折扣就更多了，这个安全边际就更大了，其实是一件好事情。所以美团股价不断的跌，我是很开心的，是不断的买多一点的。为什么我对美团这么有信心呢？其实美团一开始刚上市的时候，我就了解到了这只股票，当时还是我们线下开课，每个月有一次同学的聚会叫投资乐园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个导师就已经是分析了这家公司的未来。但是我们知道在上市的时候，一般来说这个股价会被炒高，所以我们就密切的留意它 IPO 之后股价低下来有没有到一个吸引的阶段。而同时我当时有经营一家日本的餐馆，我们要做很多的市场的推广，我就看到经营一门餐厅非常的辛苦，赚的钱也不多，而为了要做更多的市场推广，到最后我们都是花钱在美团那里。而美团有另外一个业务，就是大众点评，大家吃完饭之后是这些用户去写评论，而这些评论又会吸引更多的人在找餐廳的時候用大眾點評或者美團。我做過餐廳，我知道喂俾錢大眾點評喎，呢個生意 model 最好嘅，寫食評係顧客寫嘅，但個價值就去咗大眾點評嘅。跟住啲餐廳要賣廣告，即係買廣告啊，啲錢係送俾大眾點評嘅，大眾點評就收錢，食評係你哋寫嘅，係咪？人哋睇你嘅寫嘅食評，所以呢個係即係佢係攞咗一個好大嘅 bargaining power 嘅。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基本上工作是客户在做，而客户做了工作之后，美团就坐享其成，在那里收钱。那这么好的一个商业模式，当时我的结论就是说，做餐厅是非常辛苦的，投放这么多钱，还不如买美团。所以我就一直有留意美团。美团当时在香港是很少业务的，我们要到中国大陆才能用到美团。当时我们其实已经找到了一家按摩的店，但是我们在进这个店之前，上美团的 APP 拿了一个团购的优惠，这使我再一次看到，其实美团就坐享其成。它开通了这些客户之后，顾客为了要得到一个团购的折扣，自动的会送钱给美团用。所以当美团的股价从上市的时候60多块、70块，跌到大约是45块以下，我就感觉到这已經是一個低過成本價來買這家公司啦。歡迎大家嚟到今晚投資樂園啦。咁啊，嗱，呢個咧就係我自己計嘅7年學喎，係咪？47蚊係一個叫成本價。明我？聽唔聽明啊？聽得明成本就收得開。啊，有一成本係咪？
什么叫成本价？就是说，如果我要搞这样一个企业，我要投放的资金摊分到每一个股份之后，这就是它的成本价。美团当时低过47块，就已经是低过成本价。那低过成本价，我可以做它的股东，是相当的吸引的。所以我第一次买入美团的时候，我还记得是2019年的1月。第一个交易日9点半开市的时候，我就冲进去，以43.9块买了美团。而美团是在19年的第3个季度开始赚钱的，所以当时的股价已经涨到了70多块了。而当一家公司开始赚钱的时候，这就不再是一个概念了，而是开始赚钱，进入了它的高速成长的阶段了。所以我就在70多块不断的加码，一直加到90多块。后来美团也成功的变成了一个10倍股，最高的时候它的股价到了400多块，而我在300多块的时候基本上是大部分的套现了，剩下几百股赚来的盈利做一个留念。而后来美团的股价也随着整个港股和中概股不断的下跌，到了2023年新冠疫情过后，我又回到了中国大陆去旅游的时候，美团的股价大约是120多块。当时我到了贵州，我看到美团不断的在搞新的业务的推广，也在招募新的人。而我们每一次去吃饭，有找美团拿优惠的，价廉物美，服务又好。我们没有找美团的，自己冲进去的，好多都是黑店，吃了之后都是不满意，又付了昂贵的费用。所以我就看到美团的威力。所以当时虽然到贵州，我们主要的研究的目的是贵州茅台。我回来的路上跟同学分享，打了一个比喻，如果要我把整个房子都 mortgage， 把所有的钱拿出来 all in 一家公司，这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我会有信心这样去做，这就是美团了。那七爸爸也并非马后炮，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当时候七爸爸在 GMT 的时候是怎么样跟同学说的。那这一次呢，我到贵州考察了6天，回来的时候我在想，中国的经济我看过了，那如果我想买一只股票的话，最想买哪只股票？那当然七爸爸教大家做投资者，所以我的出发点也是，如果我要做一个中国企业的老板，我最想做的是哪一家企业的小股东，小股东也是小老板。想了半天之后，其实从这一次我们的亲身体验就离不开美团。我们刚开始玩了之后，到了一些景点的餐馆啊，500多块吃的还不好。后来呢，我们发现用美团的那个点评去找美团排分高一点，美团找出来的我们都非常满意，每一顿饭我们都是主动的给他点赞满分，都是价廉物美，服务又好。而且呢，我们有一个景点出来，有2条街是食街，当时我们是第一个坐下去吃的。当我们吃完之后，整条街还是空的，我们那个餐馆是满得不得了的。为什么呢？就是它在美团的排名上面是排第一。我们发现啊，你如果要做得好的话，美团的分数高，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去吃。餐厅离不开美团，作为游客没有用美团就做了水语，香港的水语就是被人家割了，到后面用了美团之后做了精明的消费者。我们还发现，我们到景店的门票用美团买的话，每一张门票能便宜10%左右。到了酒店里面，我们再用美团算一下，美团的房价也是能够便宜10% 左右。我们是海外的回乡证，需要在现场买，享受不到那个美团的优惠。但是酒店我们也事先订好了，查一下的话，美团也是能够便宜的啊。到最后我们去按摩，我们也是从美团找到了最好的按摩店，去了之后也是非常满意。而且我们是到了那个按摩店的时候，在他的店里面问，你们这个用美团是不是优惠？我们是在他的店里面买美团的套票，所以从餐馆到按摩，美团的这个到店的优惠真的是很吸引。所以吃喝玩乐离不开美团。那到了酒店里面，那个充电的健美袋也有美团的充电宝。我们坐火车回来的时候，又有美团买药的广告，所以什么东西都离不开美团。今天做一个美团的广告的 search， 我发现它的广告也是非常的幽默有创意啊。所以呢，在火车上啊，除了买茅台之外，也是在想，这个真的是打工不要做外卖了啊，创业也不要做餐饮
饮业，餐饮业是非常辛苦，所以 when you cannot beat them, join them。我创业我也做不到美团的那么大。现在啊，在大陆创业的话，就2个结果，一个是被美团打败，第二个是被美团抽血，这2个结果都不太好，就做美团股东好了。我们今天看过 Amazon， 对不对？美团绝对是比 Amazon 厉害，什么东西可以有14亿人民的所有的花费，你都有一点点流到你的口袋里来，所以我感恩。既然啊，怎么看它的股价都这么低，居然有人相信要珍惜生命，远离港股，我就做善事，帮他们的，他们不要的股票我就来收吧。那当然，借钱，特别是把你房子都要 mortgage， 把钱拿出来全部扔进一家公司，是一个比喻，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当时我打这个比喻的时候，也没有真正的去打算这样做。但是为什么打这个比喻呢？就是因为大多数人买一只股票太随便，而我用了这个比喻，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把全副身家押注在一只股票里面，那你一定会思前想后，做周全的分析，并且买了之后非常的关注和留意这家公司每一个业务的发展。所以这个比喻就是希望同学们能做多点功课，而不是随便的去买一只股票。那到了2023年的10月份，我去广州做无人驾驶的调研，但是每一次的吃饭、酒店、景点等等，我都看到美团的渗透率是无处不在，基本上现在到了酒店都不想出去吃饭了，都是叫美团的外卖。而我出去的时候也看到马路上共享的单车或者叫网约车都离不开美团，而当时的美团的股价已经跌到了大约106块左右，所以我每次叫美团的外卖或者到店，我都加一点点美团的股票。那后来美团出了它的业绩报告，我看了业绩报告之后是觉得不错的，特别是我们都有做生意，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内做生意不容易，能够赚钱已经是非常好的了。美团这一次业绩报告出来之后是赚大钱的，但是当时市场是担忧抖音开始跟美团竞争，所以它的股价从业绩报告出来之后是从100多块一直跌一直跌。但是我个人觉得抖音跟美团他们所针对的客户，他们的卖点都是不一样的，而美团是主动的降低它的毛利率去迎战抖音，而不是像阿里巴巴或者京东一样忽略了或者小看了拼多多的入场，所以我是给美团加分的。无奈这个时候市场是不断的担忧抖音对美团的威胁，它的股价从100多块跌到90多块、80多块、70多块，而到了70块的时候，美团开始回购股票了，所以这里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首先，一家公司开始回购股票，这个对股价有支撑的作用，也是股价严重的被低估的一个信号。另外，我就记得在2019年美团刚开始赚钱的时候，我大量买入美团的时候，当时也只有70块。现在过了这么多年，美团是发展了这么多，比当年2019年所做的生意范围要多这么多。那用2019年的价格来买2023、24年的美团，这真的是太划算了，所以我就大量的加仓了。而我也是实地的考察，1月份的时候特意到深圳去看它的无人飞机送外卖那一个服务，到了4月份到西藏，在海拔5000米的雪地上，我看到有3辆美团送外卖的摩托车，这时候我很感动。一门生意如果在西藏的雪山顶上也有它的足迹的话，14亿人民他所赚的每一块钱我都有一份，这更加是符合我的理念。我不管它的股价是多少，我很荣幸能做到它的股东，分享他赚这14亿人民的每一块钱。所以我回来之后再一次跟我的学生说，美团是我最看好的业务。那我们又来看一下当时候七爸爸是怎么样跟兼片同学讲的。现在市场整体的焦点就是抖音直播会不会影响美团，那当然做生意肯定会有竞争的。上次我们也讲过，现在在直播那一方面的 GMV 大约是3:1或者4:1，美团还是领先的。但是有了竞争之后，美团也是增加了优惠，增加了开支，所以呢，市场在恐惧抖音对美团带来的竞争。所以你看美团旅游复苏了，但是它的复苏的数字是更亮丽啊，比携程更漂亮，但是它的股价是完全没有起色。是不是市场有效论失效的时候呢？被错杀的时候呢？
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话，不要看股价了，除非你是想买或者想卖的时候才去看股价。买入了之后就看这家公司的营运，而不是说，哎，今天有没有涨啊，我有没有赚钱了。所以呢，当你知道买入了一只优质的股票之后，股价再跌的话，你可以照样的安心。如果你还有这个资金的话，还有子弹的话，是你的加仓的好机会了。这就是美团，我从120多块就已经觉得美团是个了不起的公司，是一个未来能够受惠中国14亿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好多消费的一个平台。所以120多块我就觉得美团很好，就买了。当它跌到了105块之后，上2次的一个业绩报告之后，我觉得它的业绩报告不错了，但是突然之间这个市场就担忧抖音对它的一个竞争，而这个担忧呢是无限制的，股价一跌谁都开始怀疑了，都开始担忧了，所以我就不断的加仓，加到了70块楼下。当时70块楼下美团也开始回购了，也是低过了它的 IPO 的价格了，低过它的 IPO 的价格了。这么多年内美团又发展了很多的业务，所以呢那时候正好是一个加仓的好机会。而我在之前的加仓不断加，美团是已经是我的 No.1 position 第一个仓位。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啊，如果我要把房子都按给银行，把 mortgage 把我的楼贷款出来，只能买一个股票，买什么呢？我是可以安心的买美团的。哇 ，GMT 的学生真的非常幸福啊，把握到这么多的机会。但是呢 ，GMT 已经是不对外开放了。但好消息是，港股的大时代已经来临了。为了让更多的观众可以把握更多的机会，我们也是限时的开通了 GMT，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链接，看一下还有没有 GMT 的名额。帕帕，那除了中概股和港股之外，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投资机会呢？那现在美国是在降息的时代，降息有利黄金，再加上地缘政治的紧张和美元美债的危机，所以这些都是利好黄金的因素。当然，黄金已经是涨了不少了，有机会会调整，但是长远来说，黄金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避险工具。那降息也会有利房地产，但是我们要关注房地产另外一方面受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最好是找到利率又在下降，经济又在向好的地方。那如果找到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考虑房地产。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要做分散投资，管理好风险。要投资先求知，学好财商知识，装备自己，因为我们是赚不到我们认知圈以外的钱的。其实呢，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的脑袋。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请记得订阅，因为我们会将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解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学习和吸收。那我们下次再见。